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 7.2， 就说开始逐渐来了解它里面的那些细节convolutional operation 那这个因为在前面讲过说 convolutional operation， 那其实它怎么样？它是做一些 feature abstraction， 这主要是这样那我们这里又多了一个 the classification， 它总要做一个分类好，那先来看一下，以这个图形来看，有没有？就说一开始你可以看到非常的复杂，有没有？它 based on the convolution operation， 那 smaller size 这个 feature map 呢 can be obtained， 就说我这个也许一开始是32乘32，那透过我的 convolution 以后的话，我的 feature map 就变成怎样？变成比较小，变成28乘28，就变成比较小这样。好，那 based on the subsampling， 又有一个叫 subsampling， 这个呢怎么样呢 ？feature map can be more simplified， 它又再把它做过一个什么？做过一个更简单的特征，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越来越小，从32乘32变成，但是它很多片，然后呢再来这个 subsampling 呢又变成是14乘14那再来你可以看到呢，它所以那整个它又再做一次 convolution， 又再把这个14乘14变成10乘10，以此类推那这个在做设计上当然是同学们呢多看几个人家的设计，多看一些 paper 的话，慢慢就能够了解中间的一个设计的那个诀窍。那再来的话 ，based on the abstract feature， 就是说最后你不断把这个特征把它萃取，那萃取完以后呢，怎样呢？好，那 the classification can be more 这个 precisely 怎样 achieve， 就是说我再把最后的这一个 feature map 把它压缩成一维的向量，就变成是一维就是说1D 的1D 的向量这样子然后呢就按照前面讲过的方法，直接做一个 full connection 的一个 mapping， 做那个 perceptron 的一个 mapping 来完成它的那个classification， 就类似我们前面的看过的我们前面看过那个例子，我们在第6章看到例子，我把0、1、2、3、4、5、6、7、8、9最后来做一个辨识，有10个 label，4个 label 这样的一个分类所以我们前面直接就做这一段，那它现在多了这一些东西出来，它可以把这一个怎么样，它的特征萃取出来。那萃取的一个过程里面就有各种不同的 operation， 那常看到就是 convolution 跟这个跟sampling pooling 种种的那一些机制这样那当然有很多更新的这个 operation 都是在未来的套装软体里面同学们都可以看到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来开始看好，就是说来看这个很仔细 detail 的 feed forward computing， 它到底怎么算？那我就不再看前面那个图了因为前面那个图太复杂了，讲解起来比较不容易。那我们就看几个比较简单这个常看到的比如说我现在就从这个 input 的那个 image 是9乘9 9乘9，因为太大的话我待会要表现不容易表现好，那我的 convolution size 是3乘3那一个 ReLU。那其实 ReLU 在我们前面应该有类似的看过我待会再复习一下。还有这个 subsampling 这个我叫 pooling 2乘2那个3乘3那 ReLU 再做 ReLU 再做一个 full connection， 那最后还在做一个就是说把它 connect 过来那做一个 full connect 那最后得到我们的什么 classify。那这个 classify 比我们看那个0、1、2、3、4、5、6、7、8、9简单，它的判断它是 X 或不是 X。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所以 window size 刚刚讲它是3乘3。那这个 ReLU 就是可以看出来这个没有问题就是它就是这个一个图形那我们后面再看好，那这个 window size 就是说很明显 pooling 是2乘2再看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它最后把它 transfer 到一维的什么这样的一个 vector 就类似我们前面看过我们把那个28乘28压成是784这样的一个 1D 但是它是784维这样的一个向量那用来 perform 我们这个 perceptron 的 neuron 所以这个同学们都应该可以了解好，那只是现在convolution 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就有需要来看一下。所以 data format of example 这个 input image 就是到底它的资料结构，就是我们 input image 的资料结构长什么样子。所以原则上在我取的这个例子里头，它是把白点当作1，黑点当作-1所以
啊，所以 the size of the image 啊，这个 example image 就是范例的这个影像，它是9×9啊 ，where 这个负一好 and 一呢代表什么样 ？dark 跟什么？跟 white dot 啊，个别代表这个黑点跟白点哈，所以这个没什么问题哈，很简单的一个资料结构嘿。好，那我们就认真来看一下我们 convolution。所以一般我们在跟研究生研究这个相关问题的时候，就是最头痛，就是说你的 convolutional window 到底怎么去找？好，怎么去找？那这里的话，它要从我的那个影像里面萃取出那个 feature map， 所以它就设计了三个 filter，filter 1、filter 2跟 filter 3。好，那你可以看到 filter 1， 就说 three different convolutional filters are 怎么样 apply to retrieve the original image。好，这个 and 怎么样 ？Then three feature map can be obtained， 也就是说用3个不同的 convolution 的 window 去萃取我原来的 original image， 那每一个 convolution 就可以得到一个 feature map， 所以我们总共有3个 feature map。那这个例子很明显看出来哈，因为我要萃取怎样这个角度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 from left top to 怎么样 right bottom， 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个呢什么 cross， 它要萃取这个 cross 的 information， 那这个萃取怎样？萃取从怎么样这个右上角都要怎么样到左下角的一个斜线哈，所以这个都是你设计者自己设计的 convolution 哈 convolution， 所以这个就我刚刚讲过说，我们在做研究就难在我如何找到一个好的刷子，一个梳子能够去输出我要的一个feature 出来哈，所以这个就是设计上的诀窍的诀窍这样嘿。好，那这样的话我怎么去算它呢？比如说我来看一下 convolutional computing 就是说这个 window filtering， 那它就开始来了。比如说 filter 1， 就我刚刚讲这个 filter 1， 我的 filter 1有没有？好，我就开始来设计。那设计的 original image， 我跟它做计算。好，你看做计算，那做计算等于是就是说负1乘1加负1乘负1再加负1乘负1再加，就公式在这里面看到。所以等于说对应的 window 一个一个的怎么样相乘再加相乘再加相乘再加，所以总共有怎么样算了9个。好，那因为以这个例子因为 convolution 的计算是你自己决定它怎么计算的，所以它计算完以后呢，它除以9，除以9，我们看出来这个力波器的一个除9。那除9的话呢，好，我就怎么样？所以 filter 1 act like a sliding window to 什么 perform 的什么 filtering operation， 它就这样以此类推所以 more detailed operation can be defined by designers， 就是说设计者可以自己设计 due to their application consideration， 就是说基于他们的那个应用的那个什么应用的一个想法，所以 convolution 就那么简单。当我要来这个刷出它的一个特征，我就直接拿这样的一个把它盖住，这样好，那细节呢还有更多，我们再来看。那一个叫 stride 的 strategy， 就是你跳跃，到底我的梳子要怎么跳？比如这是我刚刚我的梳子有没有？那我呢？好 convolution， 假设我跳跃一步，什么意思？好，你看这个我就用刚刚这样罩住它。个别相乘再除以什么？除以9，我就得到一个 0.77。好，那再来怎么样呢？我跳，我再跳，好，你看，我再跳一下，第二个我跳一步，就这个 window 跳一步而已。那你也可以跳2步，也可以跳3步，那跳2步的话，我就可以得到负的 0.11， 就等于是这一个 convolution 的 window 跟这个影像的做计算再除以9。就如此类推，所以这个叫做 stride， 它的一个跳跃的步伐，所以如此类推，如此类推，有没有？如此类推，那如此类推，你可以看到，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我依此计算，所以你看前面的话，盖住，它只盖住3个我这边可能多了1个出来，没有关系好，应该是1个2个好了，反正就你可以算出来那如此类推，所以 stride is the number of the pixel shipping over the original image 它在 original image 上面的一个跳跃这样所以呢 in this example 呢 stride 等于1 which means that 它代表什么意思它代表说the filtering window ship 1 pixel after each filtering step， 每一次计算完它跳一格，所以这个的定义并不很难因为毕竟它在这个领域它有它的一个专门的定义的名词好了，
那我们来认真看一下它怎么造出这个图出来哈。所以 filter one can retrieve the feature of the impulse， 好，就是说 of the 什么 impulse edge from left top to 什么 right button， 所以它等于是从怎么样，从这边把它算过去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在算的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哈，它有它的一个特征，有没有？好，你可以看到，所以当刚刚这样算哈，你看，因为它盖到后来的时候，它一定因为它盖到这边的时候，因为它那个跳，它等于是每9个取一个，每9个取一个。所以原则上你可以看到，它本来是1、2、3、4、5、6、7、8、9，1、2、3、4、5、6、7，它大小变成7乘7了，变成7乘7，那没有关系哈，反正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所以萃取的结果发现怎样？特征，好，所以这个特征呢，这里的话盯住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它指的比较大，所以原则上依序可以看到它蛮明显的哈，蛮明显，就是说其实这一条边怎么样？它的值确实是比较亮，有没有哈？比较亮哈，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嘿，那相对其他的值都比较小这样哈，所以这个是透过这样的一个window 去把它的特征给萃取出来。那同学如果有其他更好的那个数字刷子也可以把它刷出其他特征出来哈。那这个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你今天用这个 convolution 那它的话最主要就是要刷出那个特征出来，那个 feature 出来哈。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例子，在这个网络上可以看到这个例子哈。那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当教材哈，那认真教给各位同学这样哈。那3个的话，我就可以依序怎么样？好，你看 filter one 我就可以刷出一个，那 filter two 我也可以刷出另外一个出来，它是从这个左倾的有没有？我再刷一个，所以我刷了3个feature map 出来。所以依序我刷了3个 feature map 出来，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呢？最后 filter 1到3的话 can retrieve 3 different feature map 出来，就是这样子，有没有看到？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就慢慢懂得说，我原来我的影像用3个，我就可以得到3个 feature map。如果说你用10个这个 convolution 就可以刷出4个 feature map 出来，所以慢慢就懂了它的这个整个设计概念。好。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那一个convolution 的 filter 可以用？有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有人就写这个3乘3，就给一个中间一个1而已，这什么意思 ？Passing through the original pixel， 就是说我不萃取你，我就直接把你 passing 出去，就不萃取你。那我要萃你的 edge，萃取 edge 那这个当然是到底好不好用那当然用了就知道。那有这个测这一个，用这个测，用这个测，用这个测那在网络上他们就可以看到说，这是用来测 edge， 测我们的边的那个这个所以常用有怎么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故意怎么样强调这2个值，因为周边嘛，把另外一个边不要了，那是强调4边中间这个不要了，那强调中间，那其他把它压扁所以这个值的那个大小就可以看出来，说 enhancing the edge feature 这样所以网络上有好多这样不同的文件出来那太多工具所以以后你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好多工具可以拿出来试所以 more convolution filters 什么 concern 你可以看到 shape 它把中间拉得很大，旁边压得很低，有没有它就要把它塑形出来，说 enhancing 的什么 original pixel 那甚至有一个box 的 bird 就是 mean filter就是说整个就怎样把它加起来就是说然后呢除以9，说 average 的什么 neighbor pixel 就让它变得浮掉，变成一个 constant， 就像说我在抹灰一样，有没有把它抹平那种感觉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这些 filter， 甚至我们前面看到高斯，那这个其实同学可以看到高斯它是一个什么 2D 的高斯的一个 shape， 它类似一个中型的一个什么一个中型的一个 shape。一个形出来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中间拉高，旁边这个次高，那再来怎么样？再来越来越远那有点类似我们以前在就讲什么叫墨西哥帽那样的一个形，有点像这样好，所以在这一节里面就我很快的把这个 operation 就讲完了那同学就回想一下这个 convolution 它当初的设计是怎么计算的。那大部分的同学到后来用人家的模型就是你也看不到 convolution 长得什么样子。那到底你的影像丢给人家模型去跑的时候 O 不 OK， 完全都不知道这个就是
我现在比较伤脑筋的所以还是希望同学从最基本的角度去看它，把它学会那了解它里面的各种的那一个 convolution 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然后呢，我们在应用它的时候呢，就会得心应手，比较有感觉了好，那我们这一节呢，第2节就先到这边。